大家好，我是仁謙，歡迎來到我的頻道。讓我用各傳佛教的師資學歷數百萬字的翻譯經驗，10年來的教學經驗，與你一起聊佛辯經。心經系列的影片呢，我們陸續走過了幾段經文，包括五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無眼耳鼻舌身意，色不異空，講了這個對空性的4種誤解，還有八部啊，就是不生不滅的八部。那麼空中無色，乃至於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我們都介紹過了。其實心經系列已經快講完了。今天的經文是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我想要從焦慮乃至於情緒如何養成，焦慮的雪球是怎麼滾出來的這個切角來跟你分析這段經文。當然啦，我們先用一個大家很熟悉的一個故事來跟你分享，這個我自己有很常有這種經歷啊。在某一天的晚上，比如說禮拜天晚上9點，你可能收到了主管或者說某一個同事傳來的一個訊息，說，明天早上來我辦公室一下，就這麼一句話，沒有其他內容。然後你開始緊張，你想說出了什麼事？是不是我上周的報告出問題了？然後你開始回想上周做過的每一件事。10分鐘後，你已經在腦中預演了你被批評的場景。30分鐘之後，你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要就被資遣了。1小時後，你躺在床上腦轉個不停，怎麼都睡不着。隔天你盯着黑眼圈進辦公室，結果主管只是要問你一個很簡單的行政問題，一封訊息就毀了你一整晚。而這個過程你一定不陌生，每個人的情境不一定一樣，有些人是工作，有些人是感情，有些人是家人，有些人是在事業夥伴。但是你一定遇過這一种一個小小的事件，到最後在你心中因為滾雪球而焦慮越變越大的過程。其實這個故事佛陀在2500年前就一再的告訴我們，這種焦慮滾雪球的過程呢，並不是現代人的專利。佛陀在2500年前就精確描述過它，叫做12緣起。心經裡面所說的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談的其實就是這個12緣起的鏈條如何觸發以及如何終結。12緣起的12個環節這邊比較專業，是無明、行、識、名色、六入、觸、受、愛、取、有、生、老、病、死。這是一個完整的鏈條，描述了從一開始的無明，也就是不覺察，如何觸發到最後我們的身心在受苦。而這12個環節呢，其實可以歸納成3段。第一段就是煩惱，就是火源啦，它包括了剛剛談的無明跟愛還有取，它很像是推動整個循環的燃料。對應的呢，是在剛剛我們這個故事裡面呢，我們看到訊息之後呢，感受到了不舒服的感覺，我們沒有意識到這是一個感覺，這叫無明。然後我們自然的想要擺脫這種不安，這叫愛。然後我們開始反覆的分析，試圖想要去想清楚，我们陷入了這個想擺脫不安的執着之中，稱之為取。所以無明、愛、取都屬於煩惱，也就是燃料的這個 section。第二個 section 呢，叫做業，就是行動，它是燃燒。在剛剛這個故事裡面呢，包括了比如說我們花了一整晚在思考，這個是12緣起裡面的行。我們身體緊繃，呼吸變得很短，焦慮從念頭變成一個籠罩我們的狀態，這個稱之為有。所以行跟有被歸類為行動之中。那第3個呢，就是苦，而是結果啦。它就像是燒毀的灰燼，包括識、名色、六入、觸、受、生、老、死等等。對應的就包括我們剛剛的故事裡面的失眠、隔天精神差、身體疲憊、更容易被小事觸發的這個苦的循環。所以你會發現這裡面有3個主要的角色。第一個就是燃料，它是煩惱；第2個呢就是燃燒的行為本身，它是行動；第3個就是這個燃燒的結果灰燼，它就是苦。所以煩惱、行動跟痛苦3個就不停的循環。然後這個循環讓我們越容易被觸發，然後越容易有新的煩惱、新的行動、新的痛苦，然后再有新的煩惱、新的行動、新的痛苦，一個循環就這樣開始了。如果我們想要終止這個循環，我們必須先了解他們在這個過程中各自扮演什麼角色。首先，煩惱是如何觸發成行動的。在剛剛的3個循環之中，第一個關鍵的轉折就是煩惱變成了行動。煩惱其實只是一種內在的反應，一種我們沒有注意到自己的狀態。我們想要擺脫焦慮，我們想要抓住安全感的這種內在的狀態。但是當我們把內在的這個感受當成真實的事實，並且依據這個感受跟事實呢開始行動，就進入了行動的環節。包括什麼呢？包括你開始反覆的查看那封 email 的時間，那個訊息的時間，你在腦中預演的各種情境，你試圖要想清楚這一些為了擺脫不安全感跟煩惱而做的所有行為都是行動。那什麼樣的人更容易從煩惱滑入行動呢？研究顯示高反芻傾向的人，焦慮症狀比一般人高出67%。完美主義者和高控制需求者也特別容易這樣子，他們想要透過想清楚來解決問題，結果往往會越想就陷入越深。
這邊我提供3個問題給你，你可以去自我檢視，去注意到自己是不是特別容易從一個內在的煩惱、想太多，掉入到真正的這種很負面的心理行動。第一個問題就是，當你感到不安的時候，你能不能夠只是感受了它，還是你會自動的開始想要想辦法？這是第一題。第二題是，你是不是常常在事情還沒有發生以前，就在腦中預演各種壞結果？第3題特別重要，我發現很多人有這種狀況，你是否相信只要想清楚跟看清楚就能解決情緒的問題？如果有超過2題的答案是是，代表你特別容易從單純的煩惱與感受掉入行動循環。但是其實僅僅是行動循環還構成很強烈的痛苦。真正的第2個關鍵是行動如何變成痛苦的。當我們持續的反覆思考啊、緊繃啊、失眠啊，這些行動就會變成一個存在的狀態。我們不是只是有焦慮的念頭而已哦，你會變成一個焦慮的人，你會變成這樣的人。這種狀態產生實際的痛苦，包括頭痛、胸悶、失眠、疲憊，而這些痛苦當然又會成為新的觸發點，讓我們陷入下一輪的煩惱、行動、痛苦之中。什麼樣的人特別容易從行動掉入痛苦的存在呢？研究顯示缺乏身體覺察的人更容易讓焦慮累積成身心症狀。另外，把情緒當成身份認同的人更難跳出循環。什麼叫做情緒當成身份認同？比如說，我就是容易焦慮的人，我就是容易緊張的人，我就是容易感到不安的人。焦慮、緊張、不安，它其實是一種情緒，它只是你的一個部分而已。可是當你把它當作你本人的時候，你就是把它当作身份認同。而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你就更難跳出這個循環了。同樣的，我這裡提供了3個你可以自我檢測的問題哦。首先，你大概會在焦慮多久之後才發現身體是緊繃疲憊的？有可能在聽問題的人到此時此刻你都不這麼覺得，你可以去問問別人，感覺你的肩膀有多緊，這個你可能就會有感受。第2個，你是否會把我就是一個容易如何，比如焦慮、不安、緊張、想太多的人，把它當作自己的人格特質？我有一個朋友就是這樣，每一次他在那邊想太多，然後最後裹足不前的時候，我就會幹掉他嘛。然後他就會跟我說，I'm just an overthinker，就像這樣，他覺得這很理所當然，但這其實不正常。第3個，當焦慮已經影響了睡眠、食慾跟身體的時候，你是不是還撐着繼續想，覺得想清楚就能搞定問題？如果超過2題答案是是，你就特別容易從行動的業滑入痛苦的結果。心經所說的無無明亦無無明盡是什麼意思呢？它告訴我們的是禍、業、苦，或者煩惱、行動、痛苦，這整個鏈條中沒有一個實體。焦慮感覺很真實哦，但其實拆開來看的話呢，每一環都是互相觸發的。我們並不是要消滅這個循環，而是要看穿它，而這就是所謂的無無明盡。一旦我們把焦慮看穿，我們要消滅的其實不是焦慮感，而是煩惱、行動跟痛苦結果這樣子的一個循環。真正的解脫不是指去任何一個地方，而是看穿這個循環，它就會停止它的這個鏈條了。而要如何打斷這個循環呢？這邊我提供幾個練習方式。嗨，大家好，我是仁謙。為了讓禪師不打坐的內容能夠更精確無礙地傳遞給英語系國家的聽眾，我們正尋找志同道合的英文翻譯志工，與我們一起完成這場跨文化的故事。我們在尋找的朋友呢，比如要有一些這些條件長期觀看禪師不打坐，對佛教經典內容有基本概念與理解，具備流暢的中翻英寫作與潤飾能力，願意透過文字轉譯成就自利利他的善行。如果你具備語言天賦且向往傳遞智慧，歡迎點擊資訊欄連結留下資訊。誠摯邀請你成為佛法智慧的布施掌門人，讓佛法智慧傳遞到更多的角落。首先，打斷煩惱到行動的這個循環，你平常可以做的練習是什麼呢？就每天選一個小小的不舒服的感受，比如脖子緊這個我特別常有，或者說眼睛酸，或者哪裡不舒服。然後練習只是感受它，不做任何事。這個目標是為了什麼？是要拉長感受到行動之間的距離。我們一般反應是，一旦感受到痛苦，立刻就想做什麼。但這個練習是讓你練習純粹感受，而不付諸行動。如果日常練習在遇到情境的當下，我們沒有辦法發生效果的話呢？這邊我也提供你一個急救練習法。所謂的急救練習，就是說在遇到問題的當下，你可以使用的。當你發現自己正在想要行動來克服不安全感，想要抓住某個東西的時候呢，你可以使用 stop 的方式，就是停下來，深呼吸，觀察在做什麼，然後再決定要不要行動。你要問自己的問題是：我現在在做的是在滅火，還是在加柴？第2個可以幫助你打斷行動到痛苦這一組循環的一個日常練習是什麼呢？就是每天花3次進行1分鐘的身體掃描。目標是更早發現行動如何給你帶來痛苦。我們最大的情況是我們並沒有意識到痛苦
已經變成我們的一種狀態，它變成一種我們沒有意識到的緊張、緊繃、焦慮。而向內掃描會讓你意識到，我平常是這個狀態，可是我今天想太多之後，我變成了這個狀態。它已經不再只是一種感受，它變成了你本人的這個練習。那麼在遇到情境的這種急救上呢，就是說當身心已經進入苦的狀態的時候呢，你要練習強制中斷，包括離開現場啊、改變姿勢啊、用冷水洗臉等等，啟動副交感神經，延長吐氣、輕拍身體。關鍵不是要解決問題，而是先讓身心離開苦，這一點至關重要，否則這個循環就不會終結。回到一開始提的故事，我們現在知道了，整晚的焦慮不是那個訊息造成的，是我們自己一步一步把火燒起來的，從煩惱到行動，從行動到痛苦。但是心經告訴我們一個更深的真相，就是這把火從來都沒有實體，沒有任何一個叫做焦慮的東西需要被消滅，我們不需要打敗它，我們只需要停止餵養它。當我們看穿這個循環，它就無法再綁架你。如果想跟我一起在20世紀學佛，歡迎下載我們的本師指南針 App， 裡面有100堂佛學基礎音頻課程，各種課程和工具，還要加入6日前 Line， 關注我們的最新學習資訊。那我們下次見，拜。